你会不会很容易想要帮助照顾身边的人，而在出手帮助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很容易付出太多，搞得自己心力憔悴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救世主情节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哦？你的朋友呢跟一个爱说谎啊、爱劈腿的对象交往，即使呢你一直劝他赶快分一分，但你的朋友还是觉得只要耐心的陪伴，他的另外一半一定会改进，一定会慢慢变好。而且你的朋友还会觉得对方其实只是个很缺爱的人，如果两个人分开了，对方反而会变得比以前糟糕，自己是唯一那个可以拯救对方的人。虽然说这种看似无私的付出感觉很有大爱，但很有可能你的朋友已经陷入了救世主情节的困境里面了。究竟什么是救世主情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心态？又该怎么样摆脱这样的困境呢？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圣诞节还在烦恼要送小朋友什么礼物吗？你可以考虑送他未来需要的能力当礼物。芒狗狗生活素养绘本圣诞限时优惠6折起，募资2季都破100万哦！成品金石堂热卖当中销售超过2万册的芒狗狗绘本，内容涵盖了身体自主权、专注找游戏、培养刷牙习惯，从小学习能用一辈子的生活素养。现在13本全套组只要6折哦，输入77推荐再9折，现省2800，超划算！在圣诞优惠期间下单，还会送圣诞卡片与着色画哦！快点击资讯的连结，为孩子选一套绘本当礼物吧。救世主情节有很多类似的名称哦，像是拯救者情节、弥赛亚情节或是圣母玛利亚情节等等。弥赛亚在犹太文当中呢，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哦，而圣母玛利亚在宗教故事当中也是救赎世人的角色。所以这几个名词讲的都是以拯救他人为己任的救世主情节。救世主情节并不是一种心理疾病哦，而是一种特别的心理状态。有这种情节的人呢，会特别愿意奉献自己来帮助对方变得更好，也会很容易觉得自己的牺牲跟忍耐是一种有爱、有责任的表现。重点是有救世主情节的人呢，往往觉得自己是唯一能够让对方变好的人，而坚持要付出一切拯救对方。举例来说呢，有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沉迷赌博，但他们的另外一半却始终相信，只要不离不弃的陪伴，总有一天一定能够感化对方，让对方戒掉坏习惯，这就算是一种救世主情节。而另外，救世主情节不仅限于亲密关系哦，在朋友之间的互动也会出现。比如说呢，你看到好友失恋啊、郁郁寡欢，决定要每天跟他谈心，无怨无悔的承接对方所有的负面情绪，把朋友的心情摆第一，这也算是一种救世主情节的展现。而在一段人际关系当中呢，如果有一方出现了救世主情节，那么双方也很容易变成拯救者跟被拯救者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互动却常常带给双方不小的困扰。有救世主情节的人很容易放大对方对于自己的需求，觉得对方没有我不行，选择全心全力的奉献所有。但是这样的关系呢，却常常让拯救者只把改变对方这件事情摆第一，却忽略了自己情绪啊、能力的极限在哪里，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而另外一方面，对于拯救者来说，如果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回馈，或是被对方拒绝，也很容易感到挫折。举例来说，救世主情节也会出现在家庭结构当中。有的父母对于小孩不放心，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想要帮小孩解决。但是当小孩表示自己想要独自面对困难的时候，有的父母反而会因此生气，觉得小孩辜负了他们的好意。而除了对拯救者造成的负担救世主情节对于被拯救者来说，其实也可能是一种伤害。救世主的出现对于被拯救方来说不一定是好事。我们再举个例子好了，小明是一个长期有酗酒困扰的人，但他的另外一半却有救世主情节，觉得自己的陪伴一定可以改变小明，选择不断的劝说、不断阻止，期待小明慢慢变好的一天。结果小明不但不领情还变本加厉，越喝越多。这个时候他需要的其实是自救，或者是更专业的协助。救世主情节反而让双方蒙蔽的双眼，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另外，站在被拯救者的角度，长期接受拯救者的帮助还有指点，对心理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当被拯救者自己想改变的时候，却总是被纠正，你这样做不好，你这样做不对，久而久之也会越来越没有自信。拯救者的存在让被拯救者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反而出现了自卑、不满跟怨恨的情绪。而另外，也有一些情况是，有的被拯救者本身有被害者情节，长期陷入了自己很无助的假象当中。
他们会下意识的释出我需要帮忙的讯号来博得同情，所以也很容易吸引到救世主情节的人前来帮忙。一旦这种关系建立起来，双方又再度的掉入恶性循环当中。总结来说，当一段关系里面出现救世主情节的时候，可能会让两边都很辛苦。那么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双方从这样子的困境解脱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回到一切的源头，救世主情节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总是想要帮助人的心态，可能来自于几个原因。最常见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想要满足被别人需要的需求。对于拯救者来说呢，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尤其在对方表达感激或是喜爱的时候，也能够让他们建立起自我价值感。而第二个原因，有救世主情节的人，也可能是想要透过拯救他人的行为来拯救自己。有的人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候呢，也曾经经历过困难，当时那种渴望被拯救的心情还留在自己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在那之后，当他看见其他人也经历痛苦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帮忙，透过这样子的行为来满足自己当初希望被拯救的心灵。而第三个原因呢，则是来自于优越感。这里说的优越感不完全是指瞧不起人的态度，而是拯救者自己觉得在能力上地位上优于被拯救者，有能力提供帮助，才会放不下比自己弱小的人，想要出手帮忙或者是下指导棋。那么了解完原因之后，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摆脱救世主情节呢？救世主情节的人会陷入的回圈主要是觉得对方没有自己就会变得更糟，所以首先要思考的是对方到底想不想被帮，如何帮忙，以及你的帮忙真的有用吗？透过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先厘清你的帮助是在改变对方，还是只是在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接下来就是建立信心，就像刚刚提到的既然说拯救者需要透过别人表达感激跟喜爱才能够找到自我价值，那么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想办法从日常生活工作中建立新的自我价值感的来源。而接着就是画出底线，评估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假设对方的要求太过分，超出了底线，就必须要果断的结束帮助，不必为此出现罪恶感。那当然解套的方法不止一种这里也只是先提供一些参考方向，实际的执行还是需要根据不同的状况来进行调整。好的，那说完了拯救者那被拯救的一方又该如何解套呢？在一段关系当中，被拯救者有的时候很难摆脱被帮助的身份，比如前面提到的家庭结构，孩子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就很难提出我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你的看护这样子的要求。但只要被拯救者有意识的想要摆脱失衡的关系，还是能够做出一些调整，像是在接受别人帮助之前，慢慢增加自助的部分，把目标设定在找到解决方案，而不是直接接受对方的帮助。比如说在缺钱或者失业的时候，比起直接跟身旁的人要钱，或许可以找看看有没有其他兼职的工作机会。而这样一来对于被拯救者来说，也能够认知到自己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可以慢慢的建立一些自信心。此外，长期处在被拯救者的位置呢，可能也会出现惰性，习惯被动的等待别人帮忙。因此，如果能跟身边的人坦白说自己愿意尝试解决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如果能够得到身边的人的理解跟帮助，改变的过程也会事半功倍。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大家常常看的童话故事偶像剧或者是电影，其实有可能会让不少人出现救世主情节。举例来说，偶像剧或是电影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女主爱上了一个坏坏的男孩，原本男孩桀骜不驯但是靠着女主的这个爱与包容，慢慢的感化男主角，最终浪子回头，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些故事其实都在暗示一个观念，那就是只要付出爱和努力就能够改变对方。这样的说法也不能说错，但是故事没有说到的是努力包容到什么程度时应该要收手。在现实生活当中，太多的付出反而是一种负担，而太多的包容反而是一种纵容。很多时候我们急着去给别人帮助，却忘了去检视这样的互动对彼此真的是好的吗？那么如果你也担心自己是不是也有救世主情节，或许可以问自己以下3个问题。第一，你是否总是在对方提出需要帮助之前就已经主动帮忙，甚至半强制性的让对方接受帮助？第二，你是否常常把对方的需求摆第一，反而耽误到自己的事情？第三，你是否帮人帮到把对方的事情都完成了，而且还不止一次？如果以上的答案都是是的话，那可以注意自己可能也有救世主情节的困扰。有着这样子的意识之后呢，或许也能够帮助自己从一段糟糕的关系当中解脱好的，那看完了这集，你觉得自己有过救世主情节吗？好像有自己确实曾经一片好心，一股脑的想要帮助其他人，B 完全没有，还算是
你知道懂得拿捏帮助别人的程度，不会让自己陷入的太深。自己没有，但我发现自己好像被其他人当成被拯救者了。提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救世主情节。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更看关系强迫症以及梅西等效应。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